中方欢迎一切有助于国际社会团结抗疫、科学抗疫的努力，但是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借抗疫搞政治操弄。由于美方不顾中方严正立场，违背国际社会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执意邀请台湾方面参会，中方无法出席第2届全球抗疫视频峰会。美方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中，就台湾问题和一中原则做出了郑重承诺。现在，美方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这是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小动作。这种在台湾问题上搞政治操弄，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必将引火烧身。世界卫生组织呢是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无权加入的。由于疫情爆发，岛内快筛试剂严重不足，台湾前卫生部门负责人杨志良准备进口1000万剂大陆制快筛试剂捐赠，竟被民进党当局打枪。为什么民进党当局不愿意让大陆快筛试剂入岛呢？刘先生，他的目的，我认为说，首先还是跟大陆争所谓的主导权的问题，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台湾的事情用不着你大陆方面来管我。第二个呢，就是要继续虚构所谓台湾更优先的这样的一种假象。他害怕，如果说是中国大陆的快筛试剂大量进去以后，台湾民众会觉得说，人家中国大陆为什么做得这么好？那么大陆是不是比台湾更加进步？他怕造成这样的一种印象。那么第三个目的，当然还是要避免台湾受制于大陆，避免台湾对中国大陆形成更大的依赖。那么我们知道，借着这个疫情呢，整个呢台湾出现2种人，一个就是政治性的，就是借意谋独。那既然要谋独的话，他当然就完全要去中国化。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借这个呢牟利。你为什么保护的这些公司呢，都是以前有过不良前科，甚至呢，他根本不是这个行业的。就像这次快筛设计呢，弄那个本来就是小吃店的，竟然也去申请到这个。你说你没有后路后门，你说你没有说某些人图利，这是无法让人相信的。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呢将会在本月22号到28号举行，台当局又开始炒作，将争取到最后1分钟。但事实上呢，台湾已经连续5年没有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函了，为什么台当局还要每年都演一次呢？台湾当局其实真正在意的，并不是所谓的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他们实际上真正在意的是他们的身份的问题，他们那个要透过参与来寻求与中国大陆平起平坐。有一部分人真的是要寻求2个中国1中1台，甚至台独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我认为说，台湾当局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结果，而是在于这个过程，就是要借这个世卫的议题来制造议题，趁热度来增加它的所谓曝光度，也是一种刷存在感吧。美国总统拜登13号也签署法案，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协助台湾重获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实际上美国国会已经连续5年提出类似挺台法案，但都是走过场，结果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么今年会有不同吗？袁先生，今年的结果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完全能够确认的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边呢是有几点原因的。首先来讲的话呢，是我们的立场非常的鲜明，我们是坚决维护、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既然台湾民进党当局拒绝承认9·2共识，那么中方呢不可能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这是其一。其二，
那么世界上啊，大多数国家和我们都是建立有外交关系的，这个支持呢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世卫大会实际上已经连续多年都明确拒绝将这个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呢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这个提案列入这个大会议程，每次都否决了啊。这充分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啊，是这个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个是无法挑战的。第一个，美国人忽悠台湾人呢，非常会利用文字上面的技巧啊。你像现在一个提的，就是要求国务院，那你为什么不写就国务院应该呢？因为你要求国务院，那你不要求呢，它是不是有个弹性？所以你会不会就是说，你并不是个稳定性的法律，还有一个协助。那协助是怎么样的协助呢？是协助的力度有多大呢？是一定要协助非进入不可，还是协助讲讲大家应该给台湾进入？所以它有充分的一个弹性。此前美台军售出现了一些变化，现在看起来啊，不是美国不卖了，而是要卖更新、更好，当然也是更贵的武器。同时呢，美国也在根据俄乌冲突的情况，要卖给台湾美国人认为是更有效的武器。这实际上不是收紧军售，而是升级军售，能这么看吗，袁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在美国的战略界啊，这个军方还有智库啊，普遍有一种观点，也就认为呢，中国在未来10年左右啊，将会对台动武。所以呢来讲的话呢，美国呢受到了这个乌克兰战事的这个启发，所以呢，他也想在就是说提升呢这个台湾的提升台湾的这个不对称战力，然后呢也搞一场呢这所谓代理人的战争，然后呢更大的来消耗中国大陆，然后呢对于就是说提升了台湾的这个战力的话呢，就能够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呢威慑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它的目的是在这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在台海地区那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了。那么美方不愿意在台海地区付出太大的这种牺牲，或者说付出那个他所谓的过高的成本，他一定就是要想办法让台湾当局那个扮演好他的角色，就是所谓的以台制华吧，让台湾当局尽力的去跟中国大陆死磕，然后呢消耗中国大陆的实力。他最终的目标还是要那个保持台海地区他所谓的不统不独的这种局面，在两边继续捞好处。他也知道中国大陆呢可能占领台湾很容易，并不困难，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什么？希望台湾能够做巷战，然后台湾能够打游击战。所以以前美国给台湾的武器是防御性的，但是呢，现在慢慢就变成什么？要给台湾呢跟大陆呢缠斗的。那缠斗的武器是怎么样？缠斗越久，死的人越多嘛。那当然最后台湾死了一个不剩，那中国大陆呢也受重创，那当然美国就觉得这个渔翁得利。在开完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之后啊，拜登将会在5月20号开启对日韩为期5天的访问，这也是他上任以来首次亚洲之行。对于拜登此行，袁先生有何展望？这个美国议员呢，这个来这个窜到这个拜登啊，这个亚洲行之际访台，这种东西，这种建议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根本没有建设性的意义啊，这个完全是这个出于一种傲慢和无知。当然了，我认为来讲的话呢，更多的还是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攻讦，因为今年是中期选举，然后呢选举的政治呢很重要，同时来讲的话呢，共和党呢就死劲出于党派政治呢来鼓动拜登做这样的事儿。但是拜登怎么可能做呢？拜登是不可能这么做的。那于是乎来讲的话，就把它作为一个议题来讲的话，就是将让这个拜登政府呢丢脸将他的军，我认为这是他的主要目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很清楚这种可能性目前来讲这个拜登政府还是会比较谨慎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可能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会出大问题。这样的一些那个所谓的建议。在美国国会这样的一个政治江湖里面，也应该是见怪不怪的事情，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拿了钱替人消灾
台湾当局在上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有些国会议员就经常提出一些非常荒腔走板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总体上可能性是极低的。那么虽然可能性是极小，但是呢，这样的一些事情也再次提醒我们中方在中美关系上，其实要做好各方面的预案，要做最坏的打算。尽管我们要争取最好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正如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所介绍的，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应该是拜登此次亚洲之行的重点之一。如果美国把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不仅势必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恐怕也会使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东南亚国家保持谨慎。那么，台湾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期待会落空吗？岛内有什么样的看法？黎先生又有什么样的观察？经济呢，还是以实际利益为核心，所以呢，这次呢，美国跟东盟这个开会呢，他呢就说这个。整个东盟国家希望什么？希望美国开放美国的市场，美国就不答应。而且美国在这场开会中间给了1亿5千万美金，10个国家所以那个东协的一个国家媒体就讲了，中国大陆去年11月给东协防疫就给了1亿5千万美金了，他来是希望你能开放一个美国一个市场。结果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你都不答应。即使你答应，东协会放弃更大的大陆市场吗？何况你又不答应，所以呢，这些国家呢，他会看情势，那么他会认为说，让你台湾进来，结果得罪到中国大陆吗？所以呢，我觉得说整个呢，东协它是与中国大陆的合作，远远比让你台湾加入更看重。那么呢，台湾呢有这个想法，最后也就是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事情其实也并不是美方或者说是台湾当局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组织都有许多的主权国家他们在参与，那么这些国家大多数跟中国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中国的态度也是很重要。那么与中国关系好的这些国家，他们都要顾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所以台湾当局他们期待加入，其实据我了解，包括台湾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公开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有评论指出，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是以经济为名，政治为实。那么，印太经济框架还能搞起来吗？袁先生，这里面客观的一个事实呢，就是说，一些国家呀，还是希望能够从中获益，不管是经济上的收益呢，还是安全上的这个保障。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印太经济框架能搞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另说了。就是一方面，我认为它搞起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能搞到什么程度，那是另说。关键呢，就是在于美国愿意出多大力，能够付出多少这个构建印太经济框架还是一个过程。因此呢，最终能够建成什么状态，是排他性的还是包容性的，建设的步伐是否顺利，那还要受到这个美国就是说包括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认为来讲，它搞起来的可能性实际上它已经开始着手了，是吧？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和其他国家进行的这个已经开始沟通。全球疫情并未平息，局部战事还在持续，但是美国通过挑动对抗来维护霸权的意图却越来越明显。美国打造印太经济框架，从而补齐印太战略的在经济上的短板。那么，对这样的一个印太经济框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对策呢？我们中国是欢迎美国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圈里面扮演正能量的一个角色，扮演正面角色。我想中美之间该合作的，我们还是会继续合作；该互相包容理解的，我们要互相争取包容理解。但是如果说美方一定要围堵中国，那么中国当然也不得不应对。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影响力，中国也必须要用自己的影响力、自己的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我们应该以开放、自信的心态来看待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我们毕竟同我们这个周边国家呀，这个经济联系呢是日益密切，而且呢，我们中国呢基本上是周边所有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不仅是这种双边，还有多边，多边上呢有 RCEP 是吧？还有 CPTPP， 这标志什么呢？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呢，实际上呢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各方呢是否还有意愿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关键在于呢，美国方面能否让相关国家受益。另外呢，就是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的具体的举措还有实施还有待观察。而相关呢，其中里面美国搞的这些东西涉及到不少有争议的问题。即便呢是美国国内呢，也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觉得我们呢要以我为主，加强同本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合作。打造东亚地区的命运共同体积极推进呢这个东亚地区之间的这个双边也好多边也好它之间的合作，把这个主动权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我觉得来讲的话呢，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去担忧。5月12日至13日，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双方自2016年以来第2次举行特别峰会，也是2017年以来双方领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东盟10个国家内共有8国领导人赴约。此次峰会被认为是美国5月外交的重要一环。本月华盛顿把外交重头戏放在亚洲。5月20日，拜登将开始访问韩国和日本，并举行4方安全对话。目前已经有9名共和党籍众议员联名致函拜登，呼吁总统考虑在亚洲行程中加上台湾。目前拜登亚洲行的行程还未确定，在这之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4月宣称有计划访问台湾，但在启程之前新冠检测呈阳性，最终未能成行。在这次美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的峰会上，关于中国的议题不在少数，尤其是台海问题。事实上，在峰会之前，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专员坎贝尔就已经预告，美方将与东盟领导人讨论台海局势，防止下一场乌克兰危机在亚太地区上演。美国强调的是，所谓不允许下一场乌克兰危机在印太上演。美国呢是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似乎要把台海问题进一步的进行地区化和国际化。而另外呢，很明显的是，美国希望分散压力。近期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国务院网站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相关表述，立刻引起中方强烈反弹。其实美国在打台湾牌的时候仍然是有所顾忌，也不愿意切香肠切到自己的手指。有分析认为，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那美国基于在东盟国家有军事基地存在的现实，不排除美国会谋求东盟国家的支持。而且美军现在正筹备在印太重建第1舰队，也希望通过借以炒作地区风险，在东南亚得到更多的立足点。因大选这次没有赴美出席峰会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日前就公开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菲律宾将保持中立。美国特意的借着这个俄乌战争这个背景吧，把这个台湾问题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问题呢，2个这个有本质区别的问题拿来相提并论实际上是有点故意混淆它俩的这个截然不同的性质了。东盟的这些国家呢，实际上很清楚、很了解中国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的这个基本的立场。杜特尔特这个表态呢是非常积极的，就是这个菲律宾在对美对华的这个政策上呢，它等于事实上确实是为下一届政府拴了一道保险杠我觉得这个会对东盟的其他国家产生这个积极的影响。除了台海议题，此次峰会也被拜登政府定位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甚至用开启新时代来形容此次峰会对美国与东盟关系的重要意义，而且特意赶在5月下旬拜登访问日韩之前，在华盛顿举办，也显示这场峰会的政治意味。
从2021年下半年起，华盛顿密集派出国务卿、常务副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乃至副总统轮番到东盟国家访问，以视频会议、会见大使等形式的高层互动也相当频繁。10月的美国东盟首脑视频峰会上，拜登宣布为加强双方多领域合作投入1.02亿美元。12月在英国召开的7国集团外长会还首次邀请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东盟成员参会。而在此次峰会上，虽然拜登宣布将向东盟投资1.5亿美元，但其中最大一笔资金是6000万美元海事计划，却是计划增派海岸警卫队人员和器材，协助伙伴国提高海事防卫能力。白宫国安委官员坎贝尔此前还透露，白宫将很快宣布一项计划，打击太平洋地区存在的非法捕鱼问题。所以预计此次东盟峰会结束后，美国在东南亚方向大概率会有所动作，或许会同时在南海、台海2个方向搅动风云。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坎贝尔此前还表示，乌克兰危机的确占据了拜登政府很多精力，但华盛顿依然意识到美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战略挑战来自印太地区。拜登目前已经宣布任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约翰尼斯·亚伯拉罕为美国驻东盟大使。约翰尼斯·亚伯拉罕曾是拜登过渡团队执行主任。拜登呢在宣布相关任命的时候，强调的是亚伯拉罕的履历。首先呢，亚伯拉罕曾经担任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高级顾问，担任过白宫办公厅、公共预约和政府间事务办公室的幕僚长。另外呢，拜登强调的是他和亚伯拉罕之间关系的密切，强调亚伯拉罕在特朗普任期最后时刻在艰难的权力过渡的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似乎要向东盟国家展示的是，美国对这样的一个人选是精挑细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进一步的拉近东盟。作为回应，东盟也在这次峰会上承诺，在今年11月举行的第10届东盟美国峰会中，将东盟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有意义、实质性和互惠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东盟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啊，所谓升级，但是实际上影响不了东盟国家的这个印太政策啊，因为东盟国家的这个印太政策呢，整体而言是比较这个一致的，不会在这个大国竞争当中这个选边站队啊，而且实际上东盟国家也不满美国现在在搞这个4国对话啦，在搞这个奥库斯啦。在这个加强五眼联盟啊各方面，实际上这有点架空了这个东盟国家在这个东亚合作当中的这个中心地位。从这次的联合声明当中，我们似乎没有看到的是美国对于东南亚地区、对于亚太地区既有的一些安全框架、合作和对话的平台的某种尊重，而刻意的采取了某种忽视的态度。所以从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的是，美国即使重视东盟，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极大的尊重东盟，而是对东盟以最大的程度来进行利用，才是美国的核心目标。在印太战略问题上，东盟与美国历来理念就不一样。其实早在特朗普强推印太战略后，东盟很快制定了自己区别于美国的政策逻辑的印太展望。相较于美国的安全性色彩浓厚、指向性明显，东盟则认为印太不应完全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其强调的是具有包容性的务实合作，以及为了维护东盟中心地位而不选边站。在峰会期间，柬埔寨方面就对外透露，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要知道，柬埔寨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而且去年首相洪森还曾明确表态，担任东盟主席国期间，柬将努力促成南海行为准则签署。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5月12日在美国智库发表演讲时也强调，在独立与依赖之间，越南始终本着胡志明主席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可贵的精神选择独立。而后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也曾表态不与大国站队。其实，自从美国前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东盟国家一直对美国的经济计划感到失望。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不断拱火所带来的地区动荡，也让东盟国家反思，战略博弈可能会引发战火重燃，进而对于美国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的挑拨离间持保留态度。再加上美国国内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以及2024年的总统大选，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更是让东盟国家也保持相当程度的警惕。
另外，拜登政府热衷于炮制意识形态对立，也与东盟的意愿背道而驰。去年，美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东南亚仅有3国参加。印尼前副外长迪诺帕蒂直言，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会认为中国是意识形态的敌人。而对于外界关注的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有外交人士透露，这次峰会上可能只会在外围讨论。去年10月27日，拜登在第16届东亚峰会上提出野心勃勃的印太经济框架构想，覆盖面极其广泛，涉及多个新兴和非传统经济领域。不过，据路透社报道，目前只有2个东盟国家预计将参加 IPEF 谈判。鉴于拜登对美国就业的担忧，印太经济框架目前没有扩大亚洲国家的市场准入。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日前则表示，印太经济框架可能会在日本正式启动。虽然该框架尚未正式启动，但政治属性已经表露无遗。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曾表示，这一新型经济框架还包括协调出口管制，以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产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也曾公开宣称，印太经济框架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摆明要排除中国，这显然也不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益。就是拜登政府呢搞出一个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呢，本质上是美国出菜单啊，然后呢让这个东盟国家呢去选择啊，那而且呢这个菜单呢这个里头的这个战略的意味呢，很明显是要架空中国跟其他经济体的这个产业链啊，是要重塑产业链的，针对的对象是中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这个东盟国家很明白美国的这个战略用心和战略意图。我相信啊，东盟国家这个整体的态度都是比较这个谨慎和这个消极的。不过，虽然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尚未出台任何细节，但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已经坐不住了。基于2月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文件中，台湾被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让民进党当局产生虚妄的期待。在这次拜登抛出 IPEF 时，岛内媒体也开始大阵仗宣传，甚至花大价钱游说200位美国议员致函拜登政府，列出足够理由呼吁纳入台湾地区。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邓振中还在4月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视频会议中，直接要求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不过，台湾再次碰到了铁板。据媒体报道，印太经济框架2位灵活人物，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已经都表示，目前不考虑让台湾地区参与，直接粉碎了民进党当局的幻想。分析认为，美国不让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是有现实的考量，因为一旦台湾地区加入后，会影响其他国家加入的意愿，所以只能牺牲了敲锣打鼓吵着要加入的台湾。由此可见，美国所谓的支持台湾地区加入国际组织，并非真心想协助台湾走入国际，只是为了自身利益的算计罢了。我们反对台湾地区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经贸安排或者签署有官方性质的经贸协议。至于美国政府不断炒作印太的概念搞所谓的印太战略，本质上都是企图搞小圈子来遏制中国。民进党当局企图挤入这样的小圈子充分暴露了他们以美谋独、挑衅大陆的本质。台湾地区自今年4月以来采用了所谓与病毒共存策略，本土奥密克戎病例急速增加，单日确诊人数屡创新高。而且岛内民众拿到手的快筛剂不少都是内外包装生产日期不同，里面的铝箔袋上印着2021年5月，但外面的纸盒背面写着2021年9月，正面却写着2022年3月10日。这引发岛内民众质疑，到手的快筛试剂还在有效期内吗？岛内防疫物资供应不足的现象也引起大陆高度关注。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愿意积极协助台湾有关企业机构对接大陆相关生产企业，洽商采购快筛试剂，就看民进党当局愿不愿意为民所想，急民所急。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5月16日公布，台湾地区新增61754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土新增确诊数为61697例。此外，新增29例死亡病例。5月12日以来，台湾地区单日新增本土确诊数连续5天超6万例。
对于接下来的疫情走向，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代理发言人罗一军表示，台湾疫情高峰还没到，单日确诊数最高或达10万。所以当然未来就是说高峰的部分是有可能会先看是不是会达到每天10万人这个部分罗一军称，目前已进入5月中旬，预估台湾疫情高峰可能发生在5月20日至30日之间，快的话会在20日前后，晚一点则是月底。北中南地区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在5月11日，蔡英文就已在社交媒体提前宣告，台湾即将回归正常生活。当这个野火烧得这么旺的时候，你要用水来救它，是很难的啊。所以目前这整个状况，就是百姓就是很多的不满嘛啊，政府现在就变成这个吹牛了嘛，连《纽约时报》都来批评了嘛。显然台湾的防疫工作是吹牛的，根本没有做好什么事先部署。据统计，岛内本轮疫情爆发以来，蔡英文办公室已有近100人中招。原本预定在周一对台北市长进行的总质询，如今也不得不延后2周举行。昔日台卫福部门负责人陈时中在谈及防疫时还曾妄言抗疫模范等吹牛大话，如今则成为岛内民众使用频率最高、最流行的自嘲与打脸之语。面对我们现在整个的防疫有没有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还要唾面自干，还要自己擦脂抹粉，说我们做得不错，我觉得我实在听不下去。台湾前卫生部门负责人杨志良表态捐赠1000万剂快筛剂，却遭蔡当局拒绝，理由竟然是这些快筛剂是大陆生产的。岛内民众为此痛骂，大陆生产的快筛剂连欧美都广泛使用，为何蔡当局卡壳不给进？日前，蓝营放出视频曝光快筛试剂采购又给了民进党当局的一笔大生意。台卫福部门给岛内特定企业发放授权许可，让该厂商大发疫情财。那说是不是设图利？那陈胜回答说贵的放倍啊，贵谁叫你买啊？就有点何不食肉糜了。没有感化我需要啊，我贵也得买，我怎么办呢？国民党副秘书长王玉敏在日前记者会上公布数据称，目前岛内辉瑞新冠药剂到货20万份，但5月1日至9日全部配发数量只有1558人，对照全台确诊人数超过28万人，配发率只有0.55%，也就是每1000人不到6人领到药物，这无疑会延误民众领药时机，让民众轻症变重症。今天情况变得这么的严重，其实民进党政府要负很大责任。但人民更不高兴的一件事，这里面太多的黑幕，太多的所谓的民进党在帮助特定的团体、特定的个人，在赚这个快筛的钱、疫苗的钱啊、PCR 的钱。民进党现在就充满着私心。人家说以前说打仗，前方吃紧，后放紧吃，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病毒这么严重。可是民进党还在忙着照顾自己人。尽管疫情严重，却依然阻挡不了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戏码。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将于本月22日至28日举行。台湾市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称，台湾还在等邀请函。值得注意的是，就在4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呼吁美国国务院提交一项帮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地位的计划。5月13日，拜登正式签署该法案，要求国务卿协助台湾重获 WHO 观察员身份，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多家绿媒随即争相报道炒作，然而报道下方留言区一片嘘声，网友纷纷质疑那些法案只是诈骗台湾用的，不知道又要花多少保护费了。还有台网友说，岛内疫情都已经快失控了，还在搞这些所谓大内宣，更让人反感。美国是认为说。要拉拢台湾来对抗中国大陆，所以他当然是希望台湾参加世界活动越多越好。问题是在国际组织里面，在很多的国际组织里面，美国代表是少数，不是多数，所以他的观点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的观点没有办法影响别人。而讽刺的是，美国仍要打台湾牌，拉台湾入局。5月12日，美国串联部分国家和地区举行了所谓第2届全球抗疫视频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在会上就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达到100万发表声明，还要求台当局筹钱尽所谓国际义务，协助提升全球疫苗覆盖率。台当局承诺要捐150亿美元给美方撑场面，却对岛内百姓的健康不管不顾。
美台双方共同编织美梦，到底是谁在骗谁？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数位美国记者都接连质疑国务院的文字游戏。Could you help us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hanging of the words? And was there any change on legal status of Taiwan or U.S.-Taiwan relationship? Well, there's been no change in our policy. All we have done is update a fact sheet,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routinely do with our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现场有2名记者随即发出追问，美联社记者马修里更是对普莱斯解释的漏洞紧追不舍。尽管最终普莱斯依然是老调重弹，避重就轻。So there is absolutely no change in policy towards Taiwan and China based on. So why was it updated? Why did it change the language? Matt, you know as probably better than most that we. I know very well, but you know what? I also know that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Taiwan is anathema to any change, even if it's a comma in a sentence, is going to get Beijing's attention, and they're going to be unhappy about it. So why now? Why was the decision made to change the fact sheet? And if there's no change, then why change the fact sheet? The fact sheet had not been updated in several years. You know that our fact sheets are regularly updated. But the language in it has changed, correct? The substance has not changed. The policy has not changed.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杰出学者包道格接受美媒采访时认为，必须看美国政府是否在更正式的政策中声明新的立场，例如在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发表的演讲，而不是在这个网络上的简要叙述。随后，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专员坎贝尔就在美国和平研究所活动上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也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经常在对台问题上是言行不一的，下一步其实更重要的是要看你美国的行动政策上是否是按照这个实质清单的改变步调或者这个路径来走，还是你真的只是就做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修改，而不会对美国的实际的对台政策或者两岸政策有什么实际影响。但是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否则的话你何必庸人自扰的去改这个实质清单呢？有分析就认为，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拜登政府支持乌克兰展开不对称战事应对俄罗斯，同时想将他一手挑起的俄乌冲突模式复制到台海炮制危机。据美国政治新闻网10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敦促台湾地区向乌克兰学习，投资如无人机、毒刺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小型武器系统，称这些系统不太容易受到解放军先进武器的攻击。拜登政府提出了售台不对称性武器之后，美国对台军售发生多次装备上的突然变化。据台湾联合报5月9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回文给台当局防务部门，表示因生产线排挤，导致2026年后才能交货帕拉丁 M109A6 自行榴弹炮。台当局防务部门因此决定撤案，改为增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等军备。资料显示，帕拉丁 M109A6 自行榴弹炮的射程只有区20-30公里，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最远射程则高达300公里，可以用来攻击大陆的部分近海目标。美媒还爆出，台海军神鹰3号采购12架 MH-60R 反潜直升机案也被叫停。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路易斯于3月11日给台当局防务部门军政副主管柏鸿辉回函，该直升机不会强化台湾威慑敌人及自我防卫的能力，建议台湾方面应投资在更具成本效益的项目，像是指挥控制、监控、近程防空以及海军水雷等系统。据悉，美国已向民进党当局表明立场，希望台湾添购岸置防空导弹系统、武装无人机和水雷等武器装备，通过小规模军力抵挡海上攻势。在施压台湾当局购买一些美国认为合适的武器的方面，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要更加强势。在面对美国的这个更加明确的或者是更加坚定的要求台湾发展非对称战力的决心之下，台湾当局会更加的失去这种进行讨价还价或者是去反对的政策空间。但是这也必定会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台湾要付出重大的要高价嘛，要买
同时呢，也会自然而然会提升台湾当局所谓以美谋独或者以武拒统所谓的信心，那么也会让两岸关系肯定会进入新一轮的紧张的状态之中。台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担心，俄乌冲突让美国人更加坚持不对称作战的想法，而不考虑台湾的特定需求，比如可能发生的长期作战情景。他认为台湾仍需传统武器为应对不同情境做准备。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同样认为，岛内传统的建军思维中，部分人士认为台湾的海军不能只守沿海。这也是他们认为美国提出的不对称作战可能出现，当物资在战时无法抵运台湾，是否会造成断粮的状况。美国让台湾吃下进攻型的武器，就是要跟大陆叫板。可是当这条红线跨过去之后，真的有打仗或真的有战火发生的时候，谁能够吃得下来？美国口口声声说的是不对称战争，问题是你现在给台湾的未来想要推的，很可能都是让台湾走上战争的进攻型武器。那这就不是军购的问题，这就不是买不买的问题，就不是台湾防卫的问题，是你在操作外交，然后把军事带到台湾。